追风赶月千。我用了合适的价钱，买到了适合的东西，这才是正常的公平交易吧？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公平。陆师兄，这法宝残片本就可有可无，灵根考核待急，还是不要招惹是非了。行，陈师妹开了尊口，那自然要听。小子，下次就不会那么走运了。哼，走。这些世家子弟，果然跋扈。方才多谢大哥替我解围，我叫汉云之，你怎么称呼？韩立。韩大哥，你也是参加测灵根的考核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。诸位修仙者，本轮大会由我们偃月宗代表7派主持。只要能通过灵根测试，韩兄便有机会被任意一派录用。天赋极佳者你差点赶不上，更有可能一次性获得多个门派的入门邀请。届时还将由参赛者进行选择。韩兄，没事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在咱们修仙界尊卑有别，低阶修士不能扫视高阶。上边那位，可是结丹期的师祖啊，你千万不能用扫视的眼光看着他，啊！这就是结丹修士啊。是啊。入选的名额有限，还请各位好好把握。烟如烟，木属性，天灵根，通过。真厉害啊！不愧是连家堡堡主的千金，看来不久后，越国就能多一位结丹高手了。7派都选他呀，太厉害了！
我选偃月宗。据说偃月宗是现在7派当中最厉害的。有眼无珠的家伙，我的东西你都敢抢！抢夺灵球，不可闹出人命，就此罢休。火木双灵根，通过。我选偃月宗。一会儿啊，我也选偃月宗。韩兄，你选哪个？能选一块就行了。我选狂风谷，我选清虚门，防风过。我选灵兽山，俺选巨剑门。哎妈，大哥！谁中？没事吧，大哥？大哥，水火土3灵根，通过。搁这。慢点，慢点。没事，还活着啊。你没有被7派录取，落选。怎么落选了？为什么不录取我？我哪一点比不上他们？这就是你们7派所谓的公平吗？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我想到了，金水火土4灵根，落选。韩兄，靠你了。小子，还没轮到你呢。看来你的灵根肯定是不怎么样啊。此人睚眦必报，修仙界怎么会有这样的货色？风系1灵根，通过。黄风谷，真无聊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小剑，水土双灵根，通过。黄风谷，把球给他吧。
木水火土四灵根，落选。要散修就不通过，凭什么了？区委灵根还敢来参加升仙大会，真是不怕丢人现眼呐！就是，丢人现眼，哈哈。木土双灵根，通过。下回知道我们了。郭羡莲上山。这是今天最后一位通过测试的修仙者。没想到咱们两个倒成难兄难弟了。大家也不用气馁，这不是还有天舞台的比武吗？比武，比武就能通过了？即使是比武，我等散修和那些从小就泡在灵药罐子里长大的世家子弟比，又有何优势？难道咱们这些散修注定要被这些世家弟子欺压吗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怎么说来说去都是这些话。其实也并非全无办法。贫道有一妙计，只不过需要倚仗各位的帮助。什么妙计啊，道长？我们都等不及了，你赶快说吧。说呀，道长，您就别卖关子了。万兄弟，若我俩在天雾台上遇见，您胜算几何？道长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你的修为在我之上，我自然是打不过的。那如果这根拂尘借给你呢？这可是个中阶法器。那应该有5成。若将这个宝物也借给你呢？那就再多多2成把握。好，修仙界的较量，除了依靠修为之外，也倚仗各种法器、符箓、丹药。若论实力功法，我们肯定比不过那些心高气傲的家伙。但是我们有一项优势，他们肯定比不过我们，那便是团结。如果咱们青文会有100位散修，每个人都愿意贡献一件宝物的话，那我们岂不握有100件宝物？既然有那么多件宝物，别说是炼气顶层，就算是筑基修士，说不定也有一战之力。是。我愿意将我的中阶拂尘法器借与各位共享。青文，此事既然由我提出，自然要做出表率。贫道说过，之所以要成立青文会，是要建立一个修仙界人人平等的组织，要那些世家子弟知道，咱们散修可不输他们任何一个人。是，对，就是他们算什么？我就说吧，跟着道长准没错。我知道，虽然有那么多宝物在手，在座的各位也没有办法人人都能取得胜利，但只要我们拼尽全力，哪怕不能赢，也要让这些世家子弟知道，咱们散修不是好欺负的。不是好欺负的，不是好欺负的。道长，我虽然资质不够，但我想出一份力。好，那想出一份力的，都跟我过来吧。好，出一份力。这是我的，原来他们打的是这算盘。韩兄弟，可否愿意出力？方才听了道长的话，如今对这种期盼也没多大渴望了。这天舞台的比试，我就不参加了。哎呀，这位道兄，这次可是咱们散修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呀！好机会呀！对呀，要力出力。看来不出点血，今儿都无法脱身。有什么宝物拿出来同享啊！这样吧，我偶然得到一粒固本培元的丹药，本想留着自己用，
既然这样，就和大家分享了。那就多谢这位道友了。这是一看就是好道，好疼啊！来，我去方便。哎，你们聊。哎，韩兄，你没事啊？好了。小仁兄，你不会是来劝我参加青王会的吧？当然不是。不过韩兄，你不打算去天舞台比试一下，赢得一枚筑基丹啊？击败虽好，也得有命去才行啊。我就知道韩兄你是个有主意的。对了，你不是不准备参加比试吗？怎么还把宝物拿出分享？为咱们散修争点面子嘛。小仁兄，我总觉得那几个散修没那么简单。你这样毫无城府，很容易吃亏。不会的，这天下散修是一家嘛。你想多了，韩兄。算上之前攒的，咱们已经有了38件法器。请问，不如带着这些法器远走高飞，岂不是更好？不行，海南小会的禁制要天舞台比试后才会解除，咱们现在没法离开。若是那些散修主动把宝物交出来，那是最好；若是不肯的话，道长放心，若是不肯，我第一个。对，饶不了他们。说了那么多次，别老把打打杀杀放在嘴边。是大人。下去。韩大哥。总算找到你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这里还有一些符箓，想跟你再换些丹药，行吗？我这里有聚力符、寒冰符，这些是攻击型的，这些是防御型的。这个金刚符可厉害了，它可以抵御炼气10层修士的全力一击。这个呢？这个是雷火符。它可以同时发出雷与火的攻击，你看。要不我再跟你换2张新的？不应该啊，我是按照书上的方法作画的。韩大哥，你看这2张符怎么样？我保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。这2个，韩姑娘，你急需丹药做什么？我想给我哥哥治病。抱歉啊，你的这些符箓呢，对我而言用处都不大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有制符的丹砂和符纸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你想学制符？那这个你一定用得上。这个是金主笔。笔尖由2级妖兽尾毛所制，笔杆则是用乌铁和金筋混合而成，是由筑基期修士使用炼气秘法精炼铸就。这可是绘制符箓的不二法器。这可是异宝啊！你真的要卖给我？其实这是我的传家之物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我于制符一事上确实没什么天赋，所以这根金主笔对于我来说也用不太上。开价多少？2瓶丹药，如何？我还可以加上这些符箓、朱砂和这本符箓大全。成交。
我这里还有一本清晰笔录，里面记载了不少修仙界的趣闻秘史，我都看完了。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，可以拿去解解闷儿。我正想多了解一些，谢了。凡持7派升仙令，可免册进入门派，并额外获得筑基丹1枚。升仙令是什么？韩兄，走一天舞台看看。我听说啊，这次天舞台比武为了吸引参赛选手呢，各大门派都拿出了不少的奖励。这第1名除了有筑基丹，还有不少的这个灵石，还有功法。小仁兄，我得到了一本书，上面有不少的修仙译文，也不知真假，想不想一起看看？行啊。清晰笔录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看着好像是哪个门派的令牌吧？这不是令牌吧？你看这上面的字。升仙令。升仙令是什么东西啊？升仙令是……我听说啊，升仙令呢，就是你只要有了升仙令，就不用武斗，也不用测灵根，可以直接进入7派。哎，有这说法吗？瞎说！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大家都抢这个升仙令得了呗，谁还来这天舞台拼命？也是，无稽之谈。师座，你猜得对，已经有不少的世家子弟来登记魏牌侍妾了。这清文会倒是一刻也没闲着，连考核会上都敢下手。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果然那些散修出世和他们脱不了干系，还想嫁祸给世家子弟。天舞台比武之后，就将他们拿下吧。是。看样子，这块升仙令对应的是黄风谷。黄风谷，听说在7派中也是数1数2的大门派，运气还真是不错。总算万无一失了。
明知道打不过还来送死，你配得上这颗筑基丹吗？老夫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了，世家小子，别猖狂！这听闻什么来路啊？怎么身上宝贝这么多？陆兄不会要输了吧？不会的，他就快赢了。兄弟，承让了。既是比武，点到为止即可。他既已认输，何故要伤人性命？师祖恕罪，小人没注意到他已经认输。是没有注意，还是看你的对手是无名无事的散修，不在意罢了。多谢师祖为我的散修发声，为我们做主。是啊，为我们做主。我知道近来有很多散修下落不明，此事我偃月宗定会追查到底。若有人敢挑拨散修与世家子弟的矛盾，扰乱修仙界秩序，我绝对不会轻饶。陆明远上得筑基丹一枚。修仙者的实力，不仅看灵根，还有法器、符箓、阵法、丹药，利用一切可用之物，谋定而动，厚积薄发。或许，这才是最适合我的道路。不过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取巧的办法，都将无所遁形。恭喜陆师，恭喜陆师哟！他似乎进的也是黄风谷吧？还真是冤家路窄呀。只差一招，就只差一招。晴雯，那家伙毕竟是1灵根的天才，没必要与他硬碰硬。这次不行，下次我们再努力嘛。下次哪有那么多下次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天下散修是一家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别说了，说得我心肝疼。哎，哎，我说大伙儿也别这么悲观。我听说好像得到一样东西，就算不参加天舞台的比武，照样有机会能进入七派呢。什么东西？好像叫升仙令。升仙令啊！哎，青文道长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知道这升仙令吧？升仙令乃越国七派设立，为的是奖励那些立过大功的修仙家族，可以世代相传。据闻持此令者，可以到各个门派免册入门，还可以获得筑基丹。筑基丹，免册入门还能得到一个筑基丹，果然是长见识。但这东西已经数百年未曾出现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哈，不是我，是韩兄他问，是他在一本书上看见的。他主动问你了吗？也不是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两个在这儿闲聊。那韩立呢？怎么没见到他？韩立，
坛里没见着啊。你们不是总在一起吗？嗨，我跟他压根不熟，他好像已经走了。走了？禁制还未解开，他去哪儿？我肚子疼，我去方便一下啊。怎么跑了？去哪里了？这肚子疼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！看来这次太南小会没有白来，这些宝贝对以后修仙大有帮助啊！伪灵根就伪灵根吧，有这升仙令就不着了。在这度过今晚，明早禁制一开，就离开此地，去找黄风谷。这边，快，站住！别跑！对，站住！站住！这边，快！韩兄，韩兄，小山兄，小山兄，你怎么了？韩兄，快跑！请问他们是坏人？对不起，我给你惹麻烦了。升仙令的事暴露了。韩兄弟，你跑什么呀？留下来一道喝酒啊！往哪儿跑？两位，这是何意？何意呀？事到如今了，韩兄，你就别装糊涂了。嘿，韩兄弟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吧？得了升仙令这样的宝贝，不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。升仙令？什么升仙令？没听说过。都是你们，光天化日想谋财害命，就不怕七爸追杀你们吗？别跟他废话了，
先拿下，再搜他的身。他人去哪儿了？找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那个晴雯还在暗处没出手。韩兄弟，我看见你了啊！别藏着了，快出来吧！上品法器，静雯，救我！静雯！你果然出现了，万小山，是你杀的。小山兄弟是个好人，但好人也难免一死。你的人也死了，为何见死不救？我一直隐隐觉得你藏有后手，所以让他们先出手。果然是对的。原来如此，你们有3个人，但生星令只有1块。韩兄弟是聪明人，评估于我多年，此事若非事关大道，我也不会如此行事。哼，你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。韩兄弟，这飞剑符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吧？你猜？这里是探门山谷，你在这行凶，就不怕被人发现？你来路不明，居心不良，说你混入此地，杀了万小山、吴九指跟平姑，我杀了你替他们报仇。你说那些散修是信你还是信我？哼，好啊，大不了我就把生仙令拿出来，谁能杀你，我就给谁。你。哎，为了块令牌，赔上性命值吗？你还年轻，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散修的意义。谁？
你就是青文道长。你好像快死了，不过主人说了，你还不能死。看来只有让他去死了。这人是什么境界？连他的动作都看不清，若被抓了，必死无疑。快跑！阁下是哪位？听闻会是你做的，还有点意思。在下只想活命，适才那位身上才有宝物。若前辈能救我性命，我必严加拷问，将宝物献与前辈。升仙令，七派的那一点残羹冷炙算什么宝物？你想不想成为筑基修士？筑基？若前辈能够助我成为筑基修士，今晚愿肝脑涂地，报答前辈。前辈，你这个人呐，都快死了还想着筑基，请前辈助我。罢了。有煞气。主人，何方妖人在此放肆？走吧，再不走，结丹修士该来了。是。今天就放过你。散修之中怎么会出这样的煞星？难道又是魔道那些人的手笔？这小子真是命大。看来是得救了，莫非是有高阶修士出手？这次真的好险啊！看来散修之路注定艰难，想要活得久一点，还得赶紧找个正宗门派。奇怪，那无九指的尸体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梦里有梦的碎片。我跟你说啊，韩兄，在越国这修仙界的事儿，就没有万小山不知道的。韩兄还想知道什么，尽管问。昨天跟你一路学了很多。这天下散修一家亲嘛，一辈子做个逍遥自在的散修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不如怀念，总说往事都如此去黄风谷，便要遁出红尘。凡间种种，与我再无牵挂。走之前，再回家去看看吧。三叔来了，专门给你
第7学门考试，爹跟六叔、郑婶、狗剩他们几家吃了3大碗面，还让我拔了葱。一转眼，小妹也到了要出嫁的年龄了。爹，娘。 哥，你能考上7学门吗？还能，哥一定考上。俺哥说他一定能考上7学门。我打出你，一定能考上。 小妹，远行之前能看到你们，真好。采下一片云朵寄给家人，就算是报平安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？ 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杨汝烟！黄风谷的山门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到底在哪儿呢？哎！回来！哎！ 回来！回来啊！漫天的黄枫叶，难道这就是黄风谷？这是什么呀？
傅云子，你还认得这副牌吗？臭显摆！今天不是你们新弟子入门吗？不去看看，还有心思在这打麻将？当然要看看，但是我们黄风谷的规矩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啊。这几年一度的新弟子入门，你不得开些盘口，你不得活跃一下谷内的气氛？要得！所以你今天来对了啊。哦，第一局马上开始。来，左边是单，啊，右边是双，买定离手。百年灵芝一株，我压单。我压单，我也压单。大双，来，省得你说我耍账，开吧。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16是双是吧？哎，16是不是双？是双呀，双！出起来了呀！出起来了！呀，好呀！拿走！那什么呢？这赌这东西，这是有输有赢嘛？对呀，认赌服输嘛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华元兄啊，这位小子们，今天到此为止，告辞。刘使者，师傅，有一件大事禀报。哦，什么事情？谷里来了个持升仙令的小子。啊，升仙令啊！哎呦，这玩意儿400、500年都没见过了。对呀，啊，这可不多见呀。哎呦，真是，这，哎，啊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刚才是多少人？16啊。那再加上这个，哎，16加1是多少？18呀。浮云子。我见过赖的，我没见过你这么赖的。不是18吗？17呀！给我拿过来，快抢！快！哎呀，这谁了？这个人呐！哎呀，这个升仙令来的太及时了，我记住你了啊！哎呀，还给你！等一下，我的葫芦人呢？在北沟底呢。啊？啊，是吧？这天的，这跟他不一样，真好。师叔，今天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？雪山冰莲，配上你带来的百年芭蕉叶，寒热调和，滋养灵根。哦，太好了。不是指你带了什么呀？掌门和各位师叔带的都太过珍贵，我这个就有点拿不出手了。呀，这好东西！9天玄蝉，此物最是温和。哦，请。你还喝什么茶呀？品好茶。看我的，准备好茶，请。哟，喝着呢啊！哟，蹭茶的来了，快喝！怎么不烫死你了？你个老财迷！谁说我蹭茶的？啊？看，哟，我带着东西来的。哦，百年灵草，这不得，好眼光！哎，师姐，专门给你带的。嗨，各位，今天咱们黄风谷可是迎来了100年不遇的稀客呀！哦，来，我来看看什么？我是黄风谷筑基期弟子宋萌，这是我的六师弟武师，这是七师妹。就是他拿来的升仙令啊！这么是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韩立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这拿升仙令的，不会是他吧？这家伙，不可能！一个伪灵根怎么可能会有升仙令啊？
据说凭升仙令进来的，可以直接获得筑基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祖上曾立过大功。我看这家伙祖上不像立过大功的，一个凡人也想混进来修仙。祖上立过大功？我们修仙家族的珍贵资源都用在后代的身上，就连我不都是靠在天舞台上拼命才有资格拿到筑基丹的吗？这家伙，凭什么？好了，我们既然是来修炼的，就要好好修炼，不要妄议他人。知道了，明白了。师妹说的对，我们是来修仙的，不像某人是来当癞蛤蟆的。就是，你不用在意这些新弟子的议论啊。五行灵根占了4个，潜质不能再差了。是啊，还是个伪灵根。是啊，哪位世家把升仙令用在了这些废料身上啊？可我怎么记得门规第23条规定，凡持令拜山者，不论资质，也不问来路啊！啊？确实，我记得按规矩，还得给他一颗筑基丹。什么？筑基丹给他？太浪费了！那我那些弟子怎么办呢？哎，这防风国说这伪灵根他已经是赚大便宜了，还真要给他这筑基丹呀？该给还得给，嗯，不能因为一颗筑基丹坏了规矩。对，传出去让其他6大门派笑话。没错。师叔说的对啊，无论这个人资质如何，都应该招他入门，筑基丹也应该给他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筑基丹的配额每年都是提前分配好的，今年只是给太南小会的第1名准备了1颗，如果给了此人，那第1名可就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没有你可以暂时拿灵石补啊，反正他是第1名，来年肯定有他的名额啊。行，就这么定。就这么定。吴师弟，去迎他入谷吧。是，掌门师兄。师姐，请。臭小子，刚才赌局的人情我可还掉了啊！走，喝茶，喝茶，来。嗨，茶不挺香的吗？哎，佟掌门，我的茶呢？啊，请。来晚的没茶。茶一般啊。是好喝。还有，真的。哎，吴师兄，吴师兄，你就是那个拿升仙令？正是，我叫韩立。这升仙令稀有，我都未曾见过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祖上传下来的。那你是哪个世家的子弟，或是家里有什么前辈在7派中任职啊？弟子出身凡世，并非世家子弟。无妨，升仙令稀有，你能得到也说明与我黄风谷有缘。我姓吴，从现在起，你可以叫我吴师叔。啊！欢迎你加入黄风谷。我现在真的进入黄风谷，成为弟子了。多谢吴师叔。
今日就暂且由我给你做个向导，带你了解一下谷中的注意事项。跟我来。师叔，注意脚下，那是仙机殿，存放着一些基础功法和丹方，师傅临时便可借阅。平日我会在此任职。西边那片就是你们炼气弟子的住处，除了有点热，像个蒸炉，倒没有什么其他缺点。如果你有足够的灵石，也可向谷中申请搬去后山更好的住处。让开。 否则就要等你筑基成功，谢谢师叔，再开设自己的洞府了。谷中要花这么多灵石，我怎么才能挣这些灵石啊？可以去百济堂领取任务，赚取灵石。都哪些任务啊？像是照看谷中的灵禽异兽，或是去矿场监督采挖灵石，或是到传功阁指教入门弟子功法等等。任务不同，赚取灵石的数量也就不同。管百济堂的是叶师叔。 他的性格有些古怪，你放机灵些。这儿就是炼丹房了，等你攒够足够的灵石，就可以来了。老叶，大清早的你忙活什么呢？带了新来的弟子到你这儿领入谷用品。不是刚领过吗？怎么又领？韩立见过叶师叔。哎，你就是那个升仙令吧？连你都听说了，这帮年轻人学东西不起劲儿，传闲话倒是个顶个上心。你小子实力不行，运气倒是不错。 在这儿等着吧。不要乱动。到我这儿来。 这是黄风谷的出入令牌，抽一次灵力注入其中，激活它，以后它就是你的了。可以注入灵力了。10倍储物袋1个，基础功法1本，日常精炼工具1套，烈阳剑、冷月刀各1把，入谷的黄丝毡1件。 接任务赚灵石，换装备花灵石，以后都在我这儿了。以后你有灵石再来找我吧。谢谢叶师叔。怎么样，黄风谷的弟子服是不是天衣无缝啊？是，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到没有针脚的衣服。 来，你来。谷中的事务大概也就这些了。按规定，持升仙令入门者，可提前得筑基丹1枚。这枚就是你的了。快收着吧。我跟你说，给予筑基丹的大有人在，一定要妥善保管。如果弄丢了， 花多少灵石也都买不来。多谢师叔。平日我负责你们年轻弟子的基础功法，若日后在修行上有什么不通之处，随时来找我。本日后
弟子筑基成功，一定不会忘了今日师叔的指点。筑基的事你就先不要想了。但不管你日后能否筑基成功，这颗筑基丹都务必要保存好。弟子记住了，多谢师叔。赶快回住处吧。即便给了我一颗筑基丹，以我这伪灵根，终究也无法筑基。刚才吴师叔说的，就这意思吧？你看我有什么用？暴殄天物，瞎子点灯，白费了。好白的雪。哟，这不是升仙令吗？升仙令！我叫韩立。韩立哪有升仙令响亮啊？不如改个雅称，就叫升仙令。你们两个少说两句吧。洪福师祖。选一片你们喜欢的叶子吧。一会儿你们上去试试。黄风谷之大，凭你们的脚力，怕是10天也走不完。不会飞的人，在黄风谷根本无法立足。你们中的大多数人，恐怕只在梦里飞过。胆子小的，怕是连这样的梦都不敢做。这样的人，根本飞不起来。所谓修行，首先要打破内心的限制。鲲鹏能飞，人也可以飞，成天地之正，与6气之变，便可平虚御风。师祖，是只要相信自己可以飞，就真能飞？那我们修行之人，岂不成了痴心妄想之徒？能不能是一码事，行不行又是另一码事。别人行，不代表你也行；别人不行，更不代表你也不行。宠辱不惊，随心而动，这便是修行者所追求的境界。好了，道理都跟你们讲完了。飞过前面那座山，你们便算正式留在黄风谷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洪峰师祖，您刚说飞过山就行，没说非要用这叶子吧？随你们，我在山那边等你们。谁还用这破叶子？走，走，姐，走。
纵成拔河了！遇六气之变。我来了。 心中有鲲鹏，就一定能飞起来。这也太慢了吧！这哪是鲲鹏啊，这分明就是昆虫啊！怎么样？ 你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的？哎呀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小意思。你可千万别让轩儿看见你用这招啊！他要是看见这些花花草草的，更没心思修炼了。哦，对，等一下。哎，好了，不用了啊！以后这招不用。哎呀，哎，师姐，你说这一届小屁孩的资质怎么这么差呀？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了。那也不能这么说。哎，那个圣仙令呢？这么好的机遇。 不会无半点过人之处吧？确实可惜了那颗煮鸡蛋了。不过他也不能说全无优点吧？可能是知道自己平庸，所以态度啊、韧性啊，都还是不错的。哎呦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！照他这个资质。 我怕是他到老死，都用不上那颗煮鸡蛋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风凭借力啊！ 是燕雀还是鸿鹄？风里见呢。
就不凡，让三界浩瀚轮回涅槃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便正式成为黄风谷的弟子。作为掌门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潜心修行，不可惹是生非。你们在这儿的目的，就是修行，而修行的第一关隘，就是筑基。等到筑基之后，不用了，多谢。便可以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，不食五谷，不纳污浊。所以，即便你们还在练气气，也理应开始辟谷。要不你等会儿再吃吧。坏事，咱们说掌门的不是鬼吗？你若舍不得山珍海味，老夫还可以酌情饶你。可你连一块饼都舍不下，还怎么修行？谁说修仙就不能吃饭了？我家人都跟我说了，有个结丹区的师祖就特别爱吃，锅碗瓢盆都随身带着呢。吃口饼怎么了？我总比饿死强吧？好的不行。这个结丹期师祖怎么馋呢？就是，别听他瞎说，胡说八道。真有这么馋的结丹期修士吗？升仙令是祖上定下的规矩，不得更改。你精进修炼，凭你的异灵根，说不定谷内会再赐予你一颗筑基丹的。再次？这次，这300灵石，作为对你的补偿。掌门，我是天舞台比武第一，按门内规矩，就该给我一枚筑基丹。谁让你碰上升仙令呢？这颗筑基丹必须优先给他，这是门内的铁律，不得更改。掌门，弟子不服。行了，你就认倒霉吧。掌门的话你还没听明白吗？筑基丹是要先给升仙令的。你跟陈家那丫头不是已经定亲了吗？陈家可是有大把的筑基丹啊，怎么拉不下脸来要？要怪就怪那个升仙令吧。看好，这是什么？都看明白了吗？大家还想学些什么功法？师叔，从那边第一个开始。我想学炼气术。这个伪灵根还学什么敛气术？敛什么气啊？敛气术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灵气将自己和外界隔绝。练得好，可以将自己的行为和气息遮住，不被外人发现。大家看一下。什么是说呢？来，好了，来，你试一下。师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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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林得住，连哪儿了？谢谢师叔。今天这堂课，我们学制服。我们试试。果然招下的味道比晚霞要好。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婚约，但我还是想跟你多培养些感情。没想到你还是不愿意和我接近。果然，你就是嫌弃我的出身不如你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么怕我呀？陆师兄，这边有人，小心点吧。你害羞的样子真可爱。这里没有旁人。又是他。陆师兄，你为什么总是找他麻烦？是他找我麻烦，他手里的筑基丹本应是我的。啊！韩立，给我站住！陆师兄，入谷以来，在下处处忍让，你为何还要这般咄咄逼人？明知故问，筑基丹还我，不然你就只能给这林子当肥料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要怪就怪你拿了不配拿的东西。干什么？此事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，还请师叔不要插手。教你法术是让你跟同差逞凶的吗？弟子入谷前在天雾台厮杀，九死一生才被谷中应予一枚筑基丹。这小子一来，直接靠升仙令占了在下的名额，叫弟子如何不怒？筑基丹的归属是掌门和诸位长老们决定的，你若是不服，也该去找他们说理。我就想要一个公平。世家大族看不起我就算了，他一个伪灵根的散修，凭什么也能骑到我的头上？你既然收取了谷中给你的补偿灵石，就不该再打筑基丹的主意。以后还会有再获得筑基丹的机会，到时再争取便是。陆师兄，走吧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韩立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我就不信次次有人替你撑腰。
没事吧？谢吴师叔。哎，他刚才有句话说的倒是没错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若想保存好这颗筑基丹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尽快修炼到第13层，然后把它给吃了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这筑基丹真的不该属于我吗？陆师兄，陆师兄，你冷静一点，陆师兄，陆师兄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哪里不冷静？你这样只会害了你自己。我拼命争取筑基丹，还不是为了你？只有尽快筑基，我才配得上你。陆，门妹不是补偿了你300灵石吗？这么多，用不着来我这儿接任务了吧？那不叫补偿，那分明是抢。哼。师叔，我听人说，您有门路能弄到筑基丹。有倒是有，就是不便宜。不知道你舍不舍得灵石？300灵石，给你。300灵石，一点不给自己留。和筑基丹相比，灵石不值一提。回去等着吧。谢师叔。还没挑完呢，快了，快了。还没选好呢。师叔，一共10本，10本20灵石，放下灵石你就可以走了。灵石不够可不行啊！18个，你就少拿1本，拿9本走吧。师叔，能不能通融通融？通融不了。这些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，或者等我以后……好，只此一次啊，下不为例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谢师叔。哎，别动。我帮您把脖子上的大包治好，值不值？2个灵石。你还会医术？没听你说过呀。师叔最近是不是服了不少火属大补之物啊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啊。我最近可能在地火宫待的时间比较久。你小子行啊，深藏不露。
你这个呀，是火毒入体才会肿这么大，非得切开不可。等我去采些毒草，制成麻沸散，10数服下，开刀就不疼了。哎，陈丽，好。哎，来，要切直接切，弄什么麻不麻的？我这大包实在太难受了。来，这不麻可疼了，还能比我每天寝食难安难受啊？直接来，快点啊！哎，也是不靠谱。哎，这小子也靠不住。哎呦，太难受了。师叔，请吧。行不行啊？我告诉你小子，你要是给我弄坏了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原来是真的。什么真的？古医书上说，患者头壁上忽生鸟雀，外裹以皮膜，或如瘤状，或凸起成块，内作鸟雀之声，遇饥寒时即疼痛难忍。宜先以银刀割破其足，鸟雀则破口而出。哦，原来是火属性灵气盘踞成精了。来，我敷点药啊。好。怎么样？嘿，还真是好了。哎呦，嘿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手，看来你对这些医药花草还颇有灵性嘛。啊，来，手到病除的奖励，收着。师叔，不用，给你就拿着。啊，刚说了，帮您把脖子上的大包治好，值2个灵石。然后呢，我选了10本书，还差2个灵石，所以呢，一码归一码，两清了。你小子啊，这账算的还挺清楚。说到灵石，这谷中花费颇多。你这穷小子，去白衣堂多领些任务，赚取灵石。我现在有资格去领任务吗？就说我让你去的。谢师叔。这个叶师叔，明明他的眼神都在木雕上，我却有种被窥视的感觉。莫非人真的是能一心二用？进来吧。见过叶师叔。来接任务啊？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？驯服灵兽，50灵石。这么多啊！不过驯服灵兽会有危险吧？富贵险中求啊！
你要是不敢呢，还有这个，移走一座山，100灵石。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那么多灵石我也用不了。如果这2个你都看不上，那你就只能下个月再来喽。叶师叔，百药园这个任务还有吗？我能不能选这个？你可知道百药园是什么地方？啊，我之前飞行的时候往下面看过一次。如果只是管采药的任务，那我还是可以胜任的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百药园的灵草可比黄风谷的弟子要金贵，万一要是养死了1、2颗，要赔的灵石可不是几百几千能打住的。不相信我？弟子不才，还想试一试。哼，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哦！拿灵石吧。啊？我来接任务，怎么还要给你灵石啊？按报酬分1成的介绍费呀，这是规矩。那其他任务呢？再说了，为了避免你毁坏灵草和赖账，接这个任务你还得押1000灵石作为保证金呢。没钱寸步难行啊！你一点灵石都没有，怎么在黄风谷立足啊？百药园。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叶师叔是愿意帮我一把？简单。你不是有筑基丹吗？卖给我，你不单可以拥有一大笔灵石，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任务，随便你挑。叶师叔，这筑基丹你应该用不上吧？是帮谁要的？你问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你一个伪灵根，一生都与筑基无缘，我愿意用灵石来买，你应该谢谢我。正是这样，只要有1/1000的机会，晚辈就不想错过。200灵石，我再给你加50，你可别得寸进尺啊！这可是250灵石，以你的实力，根本护不住这颗筑基丹，你又何必死攥着不撒手呢？万一要是误了性命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师叔，这是在威胁我。看来今天不拿出这个筑基丹，是出不去这个门了。你确定要这个百药园的任务吗？是，我要。听此令，找你的马师伯去吧。也许，正如叶师叔所说，凭现在的我，是保不住这枚筑基丹的。好在，得到了这百药园的任务，接下来可以潜心培植灵草，炼制丹药，提升修为。至于筑基丹嘛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有人吗？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是领了任务，前来看顾药园的弟子韩立，请问马师伯在吗？别在那里大吵大闹啊！不要吓到我的花草啊！是马师伯吗？如果我不是，谁是啊？师伯好，弟子名叫韩立。这里虽然是百药园，但这里面呢有过千万的药材。你想留下？那，你今天呢就数清楚这里有多少株。数错了的话，哈哈哈哈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除草药。你数清楚，就知道死了多少株。到那时呢，要你赔了，你就无话可说。是。1723、1724、1725、1726。这里各式药草一共7123株。1727、1728、1729。我每天都来这里画画，这里的每一株药草我都记得，绝对不会错。1739。你是新来的弟子吧？啊1700。不好，他好像在用什么法术，功力应该在我身上。快走！等等，姑娘何事啊？你干嘛？别动，我就看看你。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灵力资质也一般，不过眼睛不错，很干净。姑娘，请自重。你不喜欢被人看？我只是不喜欢被人盯着，你这样看着我，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啊，你是不是看到我很紧张？你放心，这药园里啊，除了这些花花草草，平时很少有人来的，你不用紧张。哎，别动！西虫榜排行第91位的地鳌甲。哎，你看它长长的脚，黑白相间，直指向天，多威武！再看它身上细细的绒毛，在阳光下发着绿莹莹的光，多漂亮，像大将军似的。什么西虫榜啊？这虫子也分排名。哎，是啊，修仙者都有排名，为何这些虫子花草不能有？你可别小瞧这百药园，这里面可是卧虎藏龙呢。是啊，这个修仙圣地果然是千奇百怪。数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全忘了。你别看我了，行吗？1、2。可是人不就是生来要给人看的吗？你看这些爬虫啊、花草啊，他们就不在意我们，所以他们很开心。你又何必在意别人的目光？怎么这药园里都是一些怪人呢？
真希望谁也别注意我。不过，他看上去好像对这里很熟悉，要不趁机打听打听。受教了，在下韩立，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升仙令啊！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我是董轩儿，那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。敢问姑娘也是在这园中当值吗？她可是董轩儿啊，没人能够喜欢她的。马师伯，马师伯，好，既然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，我就不用多费口舌介绍这么多啊。那这是韩立，董轩儿呢是和别人不一样的，他是谷中结丹修士，亲传弟子，所以呢，眼中万物与你所见不同，你就不要和他浪费时间了。弟子明白。喂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呀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确实不错，看这品相，再养个10几年就可以突破凡品，进阶2级了。还是你喜欢。天地有造化，万物生世间，既然存在，就应该学会相互欣赏，不是吗？韩立。哦。所见极美好，也许这也是一种修行吧。啊，这个百药园真好啊，我喜欢。今天怎么样啊？好像不是很开心哦。哎，开心点。马师伯，今天找到多少株啊？要是只算表面，是7123株；要是算上在地下生长的玉龙根，总数是7177株。不对哦，我数了2遍的，肯定没错。7182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还有5株在我手里。哎，算你过关，拿着。勉强算你合格了。谢马师伯。那我可以留下来了吗？马师伯，我之前种过药草的，请马师伯放心。你在这里等下。别瞎看。韩磊，过来呀！以前曾经跟你讲过，如果药草种死了，你是要赔的。那你是不是准备了一个赔偿计划？弟子一定尽力。那好，有什么事就记下来。好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闭关了。你可暂居此处啊，方便打理药园。我1季之后呢，回来找你。到时丰收了，应该给你的零食是不会少的，好不好？马师伯尽管放心。那还有啊，千万不要打扰我啊！叶师叔，叶师叔，这老不死的一大早去哪儿了？
平日不见踪影，原来一直在鼓捣傀儡呢。看来他对傀儡术还真是颇有研究啊。这大家伙那么厉害，我要跟他打起来，肯定打不过他。老不死的东西！来这么早，不会是来抢新任务的吧？师叔，我听说您已经帮我拿到了筑基丹，弟子特来感谢。谢什么呀？谁让我这个老不死的答应你这个小不死的了？那师叔打算何时将筑基丹给我呀？不着急，等着呗。哎呀，这来领任务的弟子马上就要到了。你要是不怕事情败露，你就在这儿等我，等他们走了，我一定给你个答复。来，领任务的都进来。哎，叶师叔早。早。喜欢什么任务自己挑吧。哇，哎，哪个不知好歹的接了百药园的任务？哎，他难道是不知道马师伯的脾气，还是不知道这些药草的厉害？还能是谁啊？谁啊？那个升仙令呗。没想到还真是他。那他完了，这百药园啊，就是他在黄风谷的最后一站。这百药园和神收谷也没什么区别嘛，就是大一点，没问题。浇根不浇叶，要晒满4个时辰的太阳。照顾这些花花草草，比跟那些尔虞我诈的人混在一起舒心多了。啊，阳光真好啊！你们就多吃多长，多多开花结果，寒力赚灵石的大计，就都靠你们了。
嗯，呀，唉，本来你接了百药园的任务，哼，我还担心你是被那老叶哄骗。现在看来啊，哎呀，你不仅医术了得啊，你这种植灵草也很有一套吧？不错，哼。吴师叔，弟子也是现学现卖，一切还是仰赖吴师叔您的信任。哼，看来上次教你的传音术已经都掌握了。哼，我走了。哎，还没完呢。还有啊，啊，来。舒服，就是这儿。说说吧，这次想换些什么功法啊？都想。弟子天资差，入门的时间晚，想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就教你这个法术，看好了。这叫冰冻术。这叫流沙诀，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两个法术。如果大神通之人来施展，能化千里良田为沙漠，凝长江大河为冰川。来，你试试。第一次这就不错了，不要着急。法术威力的大小，本来就是要看施法者能力的深浅和熟练程度而定。你灵根虽差，但贵在勤勉，假以时日，定会有所成的。谢师叔。我走了。我这个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？师叔常来。好。功法还要勤加练习啊！你小子可以啊，把整个药园打理得很好。哎，全靠您的打理心得。我不过是一葫芦画瓢，再加上天空作美，才能侥幸有一点成果。师伯，您种草药这么有一手，想必对炼丹的事儿也很了解吧？胡说八道啊！弟子唐突。只是我看到那茅屋的墙上，每到晚上便会发出荧光。弟子猜想，应该是炼丹时丹砂蒸腾所留下的痕迹，才敢有此一问。你还有这样的心机去研究这里的东西？哎，看来火还是太轻松喽。师伯，可否给弟子锦上丹方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想试试自己炼丹。你呀，真的是想歪了。这些丹方呢，是我研究了10几年的成果，怎么可能随便的给你呢？原始丹方也行，我自己揣摩。
啊，一码归一码，幼园的考核顺利通过了。不过幼园之难不在一时，而在坚持。以后我会每半年来一次，你好好守住幼园，干好了，零食就够你去买任何的单方了。谢师伯。哎，你若真心想找单方呢，就准备好零食，去趟鹿山店找总管说，是我老马介绍的。哎，就要告诉别人了。谢师伯指点。这是鹿山店，没有零食就敢随便闯入啊！借阅、拓印、租用单房，哎，在这儿都是要有足够的零食的。嗯，竟然是筑基重启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是生仙令韦灵根。师伯见笑了。哎，别叫我师伯，我不爱听。我姓许，叫我老许。许老，老许，许师伯，老许，来，炼丹炼气往右，右，你的右。茶叶点击往左，啊，一个时辰一块零食，记住了，这儿的东西不能随便带出去。弟子谨记。还请徐老别和他人提起我来过此地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细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。不如怀念，总说往事都如烟。回首荒唐不忍言，喧嚣红尘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，这妄言是我情线。相逢泛起，又见炊烟，似天边。在山巅，遗忘了时间是昨天。